跑组成绩公布。我们是第2名，排名第3，有人只我们排名第4位。接下来我们要马上开启第2轮的跑组。本轮的考核将同时启动2个剧组，一部是男性的群像剧，一部是女性的群像剧。宽哥，哎，炮哥，哇，还不冷不近了。对呀、你看，地方还是老的好，够安静，适合我们就谈大生意的人。是吧？我还很有诚意，有点东西你看一下啊。看，一丝不挂，无牵无挂，啥都没有，放心交易。哇！现在为什么还那么怀旧啊，炮哥？我说啊，还要我带那么多现金来，好久没吃过。哎，你说的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怀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久没试过，现在网刚短款的嘛，炮哥，我的货东西也不少啊。你名声不好，啥意思啊？啊？哎，不怕啊！大家，没想到，我一丝不挂，无牵无挂，还能长枪。哦，你就不知道，我小时候因为看港片看的很多嘛，然后所以说在2个人眼神一对上的时候，哇塞，你就感觉穿越进电影里面了。就是没想到，我的天呐，我能亲眼看到这2个人在场景演戏，就是挺感触的。好了，大家看啊，在这个教堂里面，大家有时候都不会穿衣服，有时候穿的服装是统一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能分出那个是大哥，那个是小弟呢？如果万一弄错就危险了。志伟哥，你先示范一下怎么在没有服装的辅助之下，能演出大哥和小弟的分别，好吗？好，因为我们其实我都演过，演小弟呢，通常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大部分都演小弟，小弟通常都是。都是这种的。好久没见你这样表演了，真的。那个是五福星啊，跟洪金宝大哥。啊，对，五福星。嗨，大哥，大哥。然后呢，有些是大哥，但是那种大哥呢，只怕人家不晓得他是大哥，就是那种。来了吗？这个我们这种通常都没有好收场。对。对，其实真正的大哥是真的是没有任何动作的，充满信心，挺起胸膛，听来就是。走。就安安稳稳的，那种才是大哥嘛，对不对？就看戏怎么走啊。通常大哥演都是一开始是笑的，因为他越笑，你越感觉担心。
都是笑面虎啊。我碰到很多大哥都是，我出去买东西，哇，那个老板贵到，我问他你认识我吗？在我面前讲价钱，就那种，对不对？就突然很多，但是我觉得明天的那个要拍他那个枪火啊，真宇大哥就厉害了，他为什么他那个戏拿奖了？把所有黑社会的表情全混合在他一身上，乱炖的。对呀，他把那个角色演绝了。看过，很棒。对呀，我在《无间道2》的时候，跟振宇哥也演过好几场戏，都是我佩服的不得了。有一场戏我在大排档便当用枪挤的那场戏，演戏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哎，真的谢谢志伟哥啊！这个呢，我们要因为属于一个类型片呢，所以呢，在江湖上一秒你是一个大哥呼风唤雨，下一秒就被人家拿枪指着头跪地求饶，所以呢，一瞬间的身份的换转，我们要马上能体现出来，就是让大家，比如说我赋予大家一个角色，比如说。少天跟黄硕，你们两个人演的话，先是父亲跟孩子，突然就说转，你变父亲，他变孩子，这个太难了，听不明白了没关系，听不懂吗？哎，让我们振宇哥来示范给大家。好，金凌晨，你跟哎父子吗？哎呀，父子留给你们了，都行。债主跟债仔吧，欠钱的，又来讨债了。怎么还是债主跟压寨夫人呢？你想？没有债的。来，好，准备。来，好，预备，开始。哎，先生，哎哥，哎，这个怎么搞啊？这个咋了？哇，是你。我怎么了？你欠我的什么时候还？哎呀，我知道，下次还嘛。我现在没有。怎么是下次你没钱来那个泡浴？不是，就最近就是接了点贷款，银行已经催债。啊，银行不会打死你啊，我会打死你啊！你打死我，那钱也要不回来啊，对不对？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给你多少时间？我给你很多时间的哥。不是我那个钱，你说。其实我那个钱是拿来。你说。我那个钱是拿来给我父母治病的。你笑什么呢？哎，我查过你的账户了，你去赌钱，你怎么父母啊？笑，有什么好笑啊？转！哎，什么时候把钱还回来？啊？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哎！你要不还钱，我今天就把你弄死在这儿，你信不信？啊，我信，我信，转！大哥，我真的没钱，大哥。啊，大哥，我真的没钱。没钱，大哥，我真没钱。没钱吗？大哥，什么时候还了？转！把钱给我，听到没有？我今天弄死你！我不要弄死我啊！不要弄死我！这样，我给你一点时间，你把钱还给我。转！救命啊！看！哎，笑死！我一看到要打人什么转，我看你敢不敢打。还是要有收力嘛，对吧？我可是练拳击的。哎呦，讲了要重来一次。不。对，其实还是留了点稍微，你不能真来啊，对吧？60多的人，你怎么可就是来了一下？对。好，大家明白了吗？
很难超越啊。好，那么第一队少天、方卓，很难呐。来，爸爸跟孩子啊，爸爸发现家里钱被偷了，哦，知道是孩子做的。吃饭吗？吃饭。来，预备，开始。说，干嘛？我那个放在柜子里那2000块钱怎么不见了呀？不是我偷的。不是我偷的。我都没有说是你偷的，你那么快就否认干嘛？我不是我，听懂了吗？不是你拿了就跟爸爸说一声你拿了，没有关系，2000块钱又不是什么大钱。不是我。快！你那个钱是不是你偷的？什么钱？碗给我放下！哦。我看了手机监控哦。你不要不知道。快！你为什么会多一只手机嘞？啊？你不是说你没拿那个钱吗？拿了钱买手机，这什么？朋友送我的。你哪来这么好朋友？你不介绍给我呀？啊？快！一看，这不是你吗？那是我又怎么样呢？你对你儿子有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在家里装监控，你不告诉我？我们家很穷吗？对啊，那你在意那2000块干嘛？快！啊，你交女朋友了是不是？快！你交女朋友了是不是？快！这手机我买给你就是了嘛，你拿钱干什么呢？快！手机给我。你拿我手机干嘛呢？我删除证据，我干嘛 OK， 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难呢，做不到你们那么厉害啊。没有，你们那个更好。对，也不错也不错。手机，我刚好我切的点刚好，挺好，真的挺好。好，第二组，铁柱跟思源，就是街头恶霸与普通商户的关系。恶霸上门取保护费。烤肠店，我恶霸。来，预备，开始。来，乐哥。哎，大哥，来了哈。快，来一根。生意经营的不错。嗯，几号？15号。那大哥，定的几号交租？不是还有2天吗？大哥，怎么就还有2天？提前5天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你说了，时间已经到了。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你这玩意儿，总吃你这些东西。大哥跟我说了，你这个摊儿开不了。不管你是怎么样，今天把东西收拾干净，明天不要让我看到你。你这个烤肠摊，大哥，对给别人了。我求求你，大哥，你求我真得挣钱养家，大哥。你挣钱养什么家呀？我求你，你现在连我的钱还给2天，2天。我告诉你，大哥，铁柱，大哥，你给我点时间，你别跟我来这套。不是，我现在最近生意确实不怎么好。快点的，我今天不要你多的，我们老大让我收1000块钱，我没说要多的，只要500。你再通融我2天，我把我妈那专费交上，我就赶紧就给你拿过来，行不行？大哥，就100，大哥，没得讲，大哥，快！啊！我笑死你！哎，我真是，你咋的？半天都不行，半天。现在给我烤100根烤肠。来，蹲地烤100根烤肠，大伙儿都等着吃呢，快烤100根，快100根。你干啥呀？100根。50个放辣，50个不放辣椒。 50个放辣，50个不放辣，50个放辣。烤，不放。让你站起来了，对，烤，大哥，你们也是啊，别以为我说他没说你们。
滚！看什么？跟你们有关系啊？你拍什么？说你呢？好看。不是。第三组是浩江，人说。其实我们刚才应该维持那个姿势，互换身份，但不要换姿势。你懂我意思吗？明白，会更有趣一点。明白。现在你们两位呢是一个拳手师徒的关系，然后师傅发现徒弟呢去打黑拳。哦，好难，这个好难。来 ，OK，Action。哎，说。快！哎，是吧？你这做会儿个样子，还好吗？挺好的啊，挺好的。你最近干嘛呢？我最近就那个，就是没干啥，训练呗。训练？对。我怎么听说你去打黑拳了？听谁说的？是不是？现在学会骗我了是吧？啊，张叔，学会骗我了？不是，是吧？你以后还想不想打拳了？我想打。你想？对。那你打完黑拳怎么办啊？你还能参加比赛吗？但是，你知道多危险吗？啊？我需要。你很缺钱吗？我要钱。你要钱干嘛？我没病了，他得做手术，我需要70万。看换。我需要70万。70万？什么病啊？白血病，得一直化疗。坐这儿。什么时候事？2个月了。能不跟我说呢？你有钱吗？快！你有钱吗？我没钱。我没钱。真没钱，真没钱，我真没钱。但是，如果你打黑拳了，会被。我跟你讲，你是个好苗子，知道吗？打黑拳，你一辈子打不了拳击了。喂，你要打我啊？不是，不是打我啊？不是，我没有。你现在这么厉害啊？啊？打了我就有钱了啊？不是师傅，你喜欢打是吧？来，乖。来，带上拳头，带上。你现在翅膀硬了啊！来，你先打赢师傅再说。打呀！我教你这本事。快，干嘛去了？你现在打我了。啊？整本事了啊！来，你跟他打，来，往这儿打，你别往这儿打，来，打。哦，师傅。换。来，站好了。快！要打了哈！你打师傅，你教的，你打吧。你就有钱了。换。我不想答应了啊！我真不想教你。我不想跟你动手啊！黑拳，前进！换！
打我，打！你打！师傅，我错了。OK， 还是不错的，在文戏里面有趣，在武戏里面有趣。赢了！有趣，真的太好笑了，这个哇！我们都很喜欢在出手的时候就停。对呀，我也给不错啊，好，也看到一些好玩的。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希望给大家一个经验。振宇哥是最厉害，就是现场的转变，这个是一个演员是必须的啊。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40年世界杯都有百威，百威邀您观看无限超越班。好了，现在就转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你看，我们这些动作的电影通常都拳击啊、手枪啊、武器啊之类的嘛。枪啊，从杆这样指着，后来都已经成本事了，是歘跳出来，这个吴宇森那种。就是吴宇森那个双不可能有人这样，现在什么都来，还要先放一次格子，然后才一枪就出来，慢慢变成滑出来了。对，这些东西是怎么来呢？待会就可以让你们去试试，好不好？好，来，我们就请到周师傅。收小吧。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是那个一个影视剧的动作指导周琪琪。OK， 刚刚我们讲完这么多啊，你看在挂着这些武器，有没有想拿来展示一下？斧头是怎么回事？哇！我这个吧。哎，对，因为我也是那个练拳击嘛，感觉可以攻可以防，科幻片。对啊，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啊。直勾白，哇，很好用啊，格挡，这个很好用的。如果真的是再长一点，你刀剑都进不来。真的吗？反正练拳击最讲究的是距离感。斧头也是距离感的，单斧可以，但双斧你就砍一下，你要停顿嘛。斧头我可以抓。你看纪伟哥拿了斧头，斧头你挡得了吗？斧头这样一来，哇！哎呦，武行！对呀！好厉害！真的不好挡啊，这个啊！你看，来帮我把这个铁手套做厚一点。他懂的是吧？他武行你怎么挡啊？不好打，遇到不专业的可以，专业的有点难。对，但是你不想挡的时候就中了，你真的要挡，对呀，不挡更麻烦。也脱不掉啊！我一直在想，你那个斧头是怎么，的确是很难弄啊。旋风睡不着了，刚才想了，一直在想。因为双斧你真的有时候你要扶了。对，因为他没有给我空隙，他又是防又是打，就很难弄。他呢，双斧是什么呢？跟双刀一样啊，他是跟着身体走的，他又是防又是打，他是卷着身体走的啊，劈，这样打的嘛，所以你都跟着不停的这样，永远在。对呀，你是很难的。那如果跟双斧拿什么打比较好？
就棍长一点才可以吧？你就跑吧，你为啥还要打呢？你看见就跑，你就跑啊！也对，对我应该永远跑到那边去拿把枪，对不对？但是，哎呀，太认真了。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想找到距离，然后就去练。我展示一个啊，棍呢？哦，好，在铁柱面前耍棍。见者之道，剑道。哎，这太不行，这个太那个啥了，你太高了，我得进去。对，本来想展示拳击的啊。小心了，这位哥，他会脱手的。哇，来了，哇！慢，好。我以为你表演什么啊？我也只上了1节课，我上，还有谁？我来棍儿吧，点地，1、2、3，打拉，1、2、3。这个精细的，对，上面好厉害。还1、2、3打回来。他那个盘棍其实很难的。对，好，还有谁？扑克牌，把这折一下，好这样。这个回来了，其实这个回来了。来，这是一种管法，这是一种开法。哎，不错。然后像有的这个样子。哇，这个有饭，有2手啊。好啦，就是开关的意思了。哎呦，还有谁？哇，没想到啊！哇哟！哎，没有这个以前练过一点点。每个人就有一点对，有技能。所以这就是我们拍这些戏啊，通常都会用到的。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我们打出国际都是靠这些小玩意儿，中国功夫，还有这些创意，能够让外国人也看到，真的，他们对我们中国电影是特别喜欢，所有动作片都是。好像成龙大哥也是一个跑酷的运动员，因为李小龙提出 MMA， 但是，成龙大哥就带起跑酷。这2位都是让大家相信真实的，李小龙是真实的，成龙是真实的。对，用这个肉身做给你看的。对，真的用身体用命来的。我想他们现在都没有机会看一个实弹的，或者是比较少。我意思他们现在都是用那个空包弹，就假的，光有那个声，没有那个。连这个都如果有剧组省了，对，其实不是你自己做办，所以很多演员就自己嘴巴是棒，咚。来，老师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带大家一起练习几个开枪的动作，就是剧组戏里面经常能用到的。这个有一个啊，大哥，当然我们拿枪的时候呢，但最好我们都手指在外面要检查一下这个国际的。我跟老外就擦，跟着再胖，证明里面没有弹了，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个卡弹的东西。哎，没有了就放心，谢谢你。我们通常拍戏叫枪叫什么？鬼枪。对。所以必须要检查清楚，为自己。第二是手不要在里面，你没有用，你不要去扣。对，一定要手在外面比较好。所有都要放在里面。当你挤的时候就慢慢，因为很容易就已经到了嘛。就是这个。来，周师傅，你来示范一下，来大家看看啊。来，那个咱们俩配合一下。好。
两个人走位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我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对，我往这边滚，你往这边走。我左边滚还是右边滚？对，你往这边滚。对，到了这个位置，咱俩交叉回来。哇塞，哇，贵！来，你往这边走。你穿了长裤，穿啥裤子？没有，就是他这两个膝盖交叉，对，这个膝盖下，这个膝盖跟，就一个起。哦，就不是一个单独的表演。哎呦，是这个意思吧？哎呦，是这个意思吧？你比较像一个腿有毛病的人。他这个到底怎么转？哎，挺难的，哎，挺难的这个。它是一只膝盖，一只脚，一只。对呀。它是两个借力，它不是这样拧的，它是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没有对，差不多。你要看清楚人家怎么搞，你身体转干嘛？你不是身体带脚，是脚带身体啊，哥。对，用两个膝盖带动身体一下的接力。来，新源跟铁柱，你们两个示范，预备，开始。你射谁？跳了个舞。他是move这也可以，但铁柱那个就是硬转了。你在示范是每一个角度能开一枪的，他们就理解了。因为它是360嘛，360下膝盖，棒，你看，就是这个意思。胸在前面。对。哦，很难很快。对了，胸在前面。在培训里面，我觉得所有学员都很兴奋，新演员一直很希望能够拍一些很英雄的电影啊，这个讲社团的啊，或者讲义气啊那些，有拿枪更是兴奋。观众旁边的，哎，还不错。等会儿。起来有点难，哇，这个小心啊，有闪刀腰。1、2、3。里面都常见的，因为我们的题目是枪火嘛，所以刚刚那些可能会用到的。OK， 那我们马上就结束今天的这个比试啊，要大概换好衣服，去小考的市场。对，好 ，OK，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老师。
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3年之期已到，这一次我要欧什么印啊？万一赔了呢？老婆孩子怎么办？你不知道蚂蚁宝上有储蓄型保险吗？别光想着那么天，你每个月放点闲钱进去，先努力撑到第2级呗。蚂蚁宝储蓄型保险，大牌保资，安全稳健，保底收益写进合同里。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先买个10年。来，欢迎大家。今天呢，大家换上了练功服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拍摄剧目是《峥嵘岁月》，讲述的是发生在70年代文工团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文艺汇报舞台的训练场地，因为文工团需要参加各种的文艺汇演，每一位的成员呢，也希望你们是能够多才多艺的。我过去是一个文艺兵，你当了几年？我当了3年。3年。我是刚去的时候，也只是报幕啊、唱歌啊什么的。我其实不太会跳舞，但是确实大家都是在一起训练，你不会也得会了。到最后呢，就变成跳舞也得会，打快板也得会，相声也得会，小品也得会，包括置景啊，置景也要对呀，做舞台吗？对啊，你自己去准备道具啊，各个工种你最后你都会去参与。哇，会，好强！我觉得其实挺锻炼人的，真的挺锻炼人的。你们其实应该都经历过这些吧？上小学就有这种活动了。我有考过歌舞团。但我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快11岁才去考的，去了以后我进过复试了，但是突然有一个他们歌舞团的男演员过去跟我差不多高，然后老师就说，你应该不行，因为男生举不动你，然后我就被刷下来了。我当兵之前我也去考过其他的文艺团体，然后说你来段舞蹈吧。舞台上很多的灰，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太胖了，然后我一跳，梆一倒地，那个灰全起来了。哇！一起来，我当时在想，那不是一种效果吗？仙气飘飘的感觉。所以我就没选上，人家就没要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像能跳舞的人。那行吧。来吧，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场临时的文艺汇演来对大家进行一个才艺摸底，把你们的才艺特长都展现出来。各位领导们、同志们，舞台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我们无限超越般的文艺汇演也要开始了。下面有请张可盈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送别》。他俩声音都好像，他像那个电报出来的那个，还挺像的一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好像。那个年代，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哇，那感觉了。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好看啊，太美了。好有那个味道啊！对，很好，很好。哎呀，谢谢大家。好了，第一个搞成这样，不敢去了。压力给到。先不聊，来，我觉得啊，他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这个年纪的话，他其实有这种年代感是不容易的，因为有年代背景的戏，你那个自带的年代感是很重要的。而且你那个声音条件也很好哈，但你要说你的眼神再多一点就好了。下一位，尚新月同学为我们带来《
舞表演，大家掌声。Vengo en busca con la musa de algo nuevo. Dime qué pasa o pasa mañana. Happy por mi cara que tú conoces. Papi, vamos a hacerlo toda hora. Adentro del mar, no quiero nadar. 挺优秀的哈。 非常好，魅力无限，谢谢各位。下一位，下一位。哇！谢谢，成功。他能起来不容易呢。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 哇，灵活，很柔软。两兄啊，应得啥子女红妆？两兄，你愿不愿配？哎愿呀！ 就是你就是这个元素的本身。上一次我们面试的时候，不是有4个女孩去用肢体做表演吗？苏琪的那段肢体里面其实有一些故事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概念搞清楚。就是我们的肢体是服务于我们的角色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最简单的水，啊，就是你只是水，但你至于你的水是什么形态，自己决定。 然后我们会给大家放一段音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学舞蹈的人，我很喜欢去用肢体表达我的情感。来吧，你就自由的选一个地方，然后每个人每个之间稍微有一点距离啊，不要互相影响。老师，我试试啊，也看看我到时候对你不需要特别大动，你不要那个，你在旁边演冰块就好了，也可以，我真的是可以。啊，你真的反应好快哦，冰块也是水，好厉害。来，安静，找到自己的状态，好不好？ 在这个当下，我唯独能够想到的就是水是流动的、缓慢的、优雅的。我先是小雨滴，然后慢慢飘落到溪水里，然后随着那个溪水再慢慢的流淌。 我是在一个阳光下的小溪，在这里很享受，然后跟着这个水的流动，然后慢慢的，我享受这个阳光。还在想象，对，还在找。自己是杯子里的水，然后被打翻了，躺到地上，然后慢慢的随着它的地形在流动。对，就是这太美了，都是因为也美。 学过舞蹈的吧，
控制力太好了。他的每一个形体都像舞蹈，是吧？对，但是不自由。你别看他有些美度，但是实际上就是他，你能感受到他感受到了水。你看他其实他没有那么多规矩，他反倒好，你知道吧？它真是一滩水。先停一下，停下来。刚才啊，所有人的里面，就是依林、刘璇，他们两个就做的挺好的。我想象的是，我儿子拿了一杯不稳的水在杯子里晃动，然后放到冰箱的冰块，他给了我一点启发，然后放到冰块，然后我就被冻住了。你看这叙述，他没有拟人化，啊，他不是说他想怎么样，他在外部找一个没有，他就是，所以他就看起来就是很自然。依林，你呢？我想象是我上个月去雨林徒步，然后我在想那个水的感觉，就是有时快，有时慢，啊，有时候撞到石头。所以我就想着选了一个这个地方去感觉一下当时的感觉。依林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形体训练，所以他没有一个姿态感，但是它的质感会让我相信它是水。那其他大部分的人还想着我怎么美，我很美，我很美，没有水不会知道自己美的，明白吗？明白。就是尤其是舒淇呀、新月学舞蹈的，哎，脚。哪有一个水脚绷得那么好，你知道吗？太美了，规则感太强了。这是我的肌肉记忆，可能这个是我的身体，它自己我控制不了它，压力。肌肉记忆，肌肉记忆，对，所以要改变呢，明白吧？你要感受那个东西，在你的想象里建立起来，啊，不要去演，好不好？是不需要任何动作，也不是不需要任何动作，就是你不能为了动作而动作，你感知到什么，你才去做什么。就是基础训练，就是让你不断的去接近那个真实的感知。我觉得就是首先要把自己交出去吧，就有很多人接到剧本以后，他都还是在自己当中，他并没有在角色当中。对啊，就是你要热爱心中的艺术，不能热爱艺术中的自己啊。你得把你的身体腾空，让给这个角色的灵魂。好，那咱们进入下一趴，风。风怎么风啊？风是什么样子的？要想象。哦，吹走了，吹回来。来呗，来。先是有规律的小风，渐渐的风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乱刮的风，左边刮到右边，又刮到前面。你们两个人就是自我留的太多了，就是还是舒淇在演风，婷婷在演风，你是风，明白吗？就是风哪有什么表情？就你们俩还，这，你想转就是转，这是很自由的一个状态，这是冯嫂，冯嫂，来。来，停下来，来，张可盈继续来看他。想到自己是一个风来，就感觉在被吹，然后又被刮。真的让我看到他就像一个风铃一样，就一直在转，然后风的那种感觉。可盈很投入，他把我带入了那个风的情境里，我相信那是真的。那刚才，好，停一下。
刚才他在那个汇报演出那个表演的时候，他是有舞蹈功底的，但是他刚才是不是没有跳舞？对，他只是自由的在旋转，你也在转，但是你的区别是什么？什么？叫个扫腿舞，扫腿舞，就你懂那个啊？就是符号感、姿态感，不要那些东西，你懂吗？来吧，最后一个火吧。你想火怎么演？烫是吧？你演的是？他最后总结他元素训练，他都是演了个疯子。都疯了。来，音乐。看柴火在烧了。可以的，想象力很好，非常可以吧？被风吹着，对，不错，可以不错。这是比刚开始的时候都要好，所有人都是有进步的。好了，我们刚才呢都热身完了，那么接下来你们需要带入情境当中的角色，然后去感受音乐里面的情绪，用肢体来演绎。第一组呢是谢依霖、熊黛林、刘璇。第一组啊，你们的情境呢是，你们是曾经的3个最好的闺蜜，但是已经人到暮年了，你们再次来到了你们熟悉的地方。明天它就要拆了，请用你们的肢体配着音乐，演出你们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好，可以。你抢主角，你背叛。那我们台词照旧。对，以前前面一样。来，3、2、1，开始。这样，很好啊，还能不能跳啊？都这么久没来了，我也不知道，试一下吧。行，身材还是那么好，还好。我那时候，哎，你们2个早就到了。哎呦，璇，哇，这里变样好多啊！你看，以前我们哇这么长的队伍，是，但是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怎么了？我们不是要来跳舞的吗？还跳吗？跳啊！还跟我跳吗？你还抢我位置吗？你会生气吗？我生气就不来了。对不起。我们来干嘛的？跳啊！最后一次，今天就给他跳那个最多人喜欢看。我们以前下面多少观众啊，比你们人多多啦！这时候太悲情了 ，OK？ 忘了我们是什么吗？来吧。忘了吗？手忘了呀？忘了。往右看，再往左看。我老是忘。那你都不能站中间，我跟你说了。哎，等一下，踩，小心哦，踩，右脚，换左脚。哎，我这好像还没有生疏哎。羡慕羡慕，最美的，谢谢。好，
哇，好好吧，好吧。说往左看往右看的时候，其实是挺生动的，因为3个人交流上了啊，前面就是交流不上，我估计自己心里也挺着急。要么你就是你抢了我的话，要么就是我现在该不该说话，他不是靠说的，你知道吗？比如说啊，随便啊，我们不用演全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来不是这个样子，烦死了你！哎呀，我的秘密基地你忘了？哎，你过来，你过来，你看，来，那，躲那儿睡觉呢，没变哎。你去，要不要躺一下？要不要躺一下？我才不要！什么年纪了还躺下？你有成大腕儿嘞，嘿！你们好吗？好。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你知道我们曾经是有故事的，就不需要演一个你是我好朋友。就包括刚才戴琳说什么你还生我气吗？生活中可能是这样的，可能来了，哎，刘小姐，什么意思啊？你想我什么意思呀？看不懂啊？看不顺眼我就不要来啊。我先来的。哎，你永远就是这个德性。你不就喜欢我这个德性吗？哎呦天哪，世界生命，是不是？它是一个一看就是以前是有故事的，而不是说你原谅我吧。哪有太肉麻了？就是人很奇怪，吵吵，然后就不能对视，一对视就笑了，内心也不知道想什么呢，是吧？这才好看呀。对，那都点头了，一定这是很简单的生活经历嘛。下一组呗，走。我们刚才的这个练习啊，主要是看一看大家运用肢体的能力是怎么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谈一谈这个个人经历，好不好？因为其实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些朋友有过团体生活的经历，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离开团体、离开朋友，或者一段很深刻的感情，有没有什么特别分别时刻、一些难忘的时刻？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就是之前我们小时代在拍戏的时候，我们就拍了1、2、3、4嘛，然后都是连着拍，然后我们整天就是都在见面，然后整天都嘻嘻哈哈、玩玩闹闹，然后最后3、4拍的有点困难，又有点辛苦，最后就大家一一的杀青了。我们杀青是分开杀青的，所以我们没有正式的说再见，从来没有过。然后后来在上映10年后，11、12年刚好有一个工作室，我们终于是4个人在一起。可是那一天晚上我们就聚在一起聊天，然后那时候当下想说，哇，是真的很舍不得离开，就是，然后又觉得啊，好年轻哦，你怎么就说再见了呢？应该那个时候要好好再见，然后就蛮舍不得的，我们那时候真的从来没想过，原来4个人聚在一起这么难，真的是很傻。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大家还会再见，还会再见，还会再聚，但是事实上其实不一定，就是命运有的时候就会很快把你们推向远方。那你为什么刚才演的时候不把这段经历用上呢？就我跟你们讲一个啊，就是你不是用上那个事儿。而是用上你那个情境当下的你的心境，那个不舍。对呀，这很好的经历嘛。我有过那种跟很多女孩在一起生活的经历，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我离开宿舍的时候，然后我也没有跟他们说，就是不想要那种大家都送我，然后哭的不行的那种情节，然后
就默默的把我的房间打扫好，给那个朋友们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走了，可以去找我玩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还说那个我房间沙发是新买的，谁要就把它搬走。其实没有很悲伤的场景，他们就蜂拥而至，把我房间留的那些东西，他们有用的就搬走了。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离别的场景。哎，我跟你们讲一个，你知道我特别听不了一首歌啊，就是小虎队的那个《一路顺风》。我为什么听不了这首歌呢？我最开始没考到上海戏剧学院之前啊，我就做演员了。然后当时是我爸开了一辆车，从我的老家通化，就是带着我去长春。然后我的同学们就来送我，你本来那么小的年纪离开家就挺难过的，但是大家都没有表现。那首有首歌，我们当时听到有一首歌，说吧，说你爱我吧，就是这首歌，就是我们在那狂在那，就我在后期训练的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坐在宿舍里面的脑子里面就会浮现出这首歌，然后我就会浮现出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场景。是的，就是你通过各种的分别，你自己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对，是的，我现在想到就是也会，就是眼泪一下子就对。对，
不起，老师，我想讲一个，我本来不想讲，但是我听到这儿，我突然想讲，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出去这个国外演出，当时舞蹈队里面有一个姐姐，我到现在都非常印象深刻，她跳舞跳得非常非常好。然后那个时候，当我还是一个非常内向、不敢说话的，在合唱团站着的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着她，我就觉得，如果以后过几年我能像她那样就好了，我们天天在一块儿吃，在一块儿玩。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微信什么的嘛，这样就没有再联络。然后再看到她的消息就是，她成为了自媒体，做得很好的，发展得非常非常好。我也一直在关注她，然后也给她发私信，然后我们就又联络上。然后结果，又没有过1、2年，突然间再看到的信息就是他得了癌症晚期。当然，我还是在关注他，我想他会好起来。然后，但是再看到信息的时候，就是已经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蚂蚁保为你优选储蓄型保险，安全稳健的大牌保司，同类产品的第7队的收益水平，小钱稳稳滚大，保底收益显真可痛。上支付宝搜蚂蚁保，选无限超越版同款保险。看到今天大家的服装，知道有准备了啊。谁给你们准备的？自己。哦，怪不得。自己的。自己掏钱的。那好，我们就开始我们小考。好。好。